刘姥姥曾向我们透露过，像他们这样的农村家庭，在当时的生活成本一年大概是20两银子，而这点钱只够荣国府的一顿螃蟹宴会的消费，这样的贫富悬殊实在令我们啧舌。那么，荣国府这样上上下下约有400人口的大家族，一年到底要花费多少银子呢？下面我们就来进行一下估算。首先是月钱及府内众人的工资。二门内的工资，按照平儿的说法，每月是300两银子左右。而荣国府的管理机构大多在二门外，大小管家甚多，而且贾府的规矩是，主子有一权分，相应等级的管家就得半份，再加上众多的奴仆。粗略估算的话，二门外的月钱总数至少得翻倍，即每月至少600两。这样，荣国府每年的开销仅工资一项，就得支出超过1万两银。而根据乌进孝提供的租单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大观园内的饮食开销，除去新鲜蔬菜等难以储藏的食物以外，基本上可以靠着庄田上的缴租得以满足。而大观园内小厨房供应着约40人的饭菜，每日新鲜菜蔬的花费是有定例的，是每日1吊钱。这么算来，全府400人则需要花费10吊钱，折合约10两银子。一年下来，整个荣国府在蔬菜方面的开销约为3600两银。而衣服首饰逢年过节都得按照旧例进行制作发放。晴雯作为一个2等丫鬟，在荣国府6、7年的时间，其衣履簪环就积攒了300-400斤之数。按照2等丫鬟每年的衣服标准是60两计算的话，相应的主子们的花费则应该差不多翻倍。按照每人每年不少于100两银计算的话，主子层面的服装费用的开支约合每年2000两银，而其余管家奴仆加起来至少也得4000两银。则荣国府在服饰方面的开销一年会超过6000两银。这还只是月钱、衣食方面的开支，没算上荣国府其他的日常开销。按照荣府的奢华程度，想必府内日常采购生活用品、吃药、喝茶、饮酒等花费都不会是小数目。但书中没有具体的数字账目可供参考，我们不能妄加揣测。而且王公贵戚间的人情往来也不是小数字。作者在第72回里写道，仅重阳节前后的几天，几笔开支就相当庞大。贾琏说，你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，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，还有几家红白大礼，至少还得3-2千两银子用，一时难去之借。仅过重阳节的几天时间，就得有2-3千两银子需要打点。这样的话，全年下来，在人情往来方面的开支不会少于1万两。这样非常粗略地算下来，荣国府仅在月钱、饮食、服饰以及人情往来等方面的开支，一年不会少于3万两银子，而其他方面的支出显然也不会是少数。尽管荣府上下约有400人，数量庞大，但对比刘姥姥一家4口一年的消费是20两银子的话，荣国府的消费仍然显得非常奢靡。在乌进孝的租单中，我们能看到大部分是以实物缴租的形式出现。其中租单中所开列的粮食数量是玉田腌制米2担，碧糯50斛，白糯50斛，粉精50斛，杂色粮谷各50斛，下用长米1000担。按照清代乾隆年间法定的仓斛计量标准，是1担和120斤，1斛和60斤。那么乌进孝缴来的下用长米就是12万斤，而以斛为单位的粮食共15000斤，以上各类粮食总计13万5千斤。此外，又有玉田腌制米2担，即240斤，这在荣国府是仅特供贾母食用的。而以银钱为计量的租子，按照书中的说法是折合2500两银。而乌进孝又进一步解释说，他兄弟管着荣国府的庄田，今年也指这些东西，也就是说，此次缴租，荣国府所得的食物与宁国府差不多。贾府一年要收2次租，在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里，周瑞家的向刘姥姥介绍自己丈夫的岗位职责时曾说，我们家男人只管春秋2季地租子。在第72回里，贾琏因他掌管的流动资金告竭，便央求鸳鸯偷出贾母用不着的金银家伙去当些银子救急，
这时他曾说几处房租地税通在9月才得。这些描写透露的事实是，贾府正月到9月的开销靠收秋租，其余3个月则由春租供给，两者数量约为3:1。按此比例推算，庄田春租缴来粮食约为4万5千斤，全年共计18万斤。荣国府全府主子、管家与奴仆共计约400人，府内实行的是供给制，若平均计，则每人每天可分配到的粮食为旧制的1斤4两。为了表示宽柔待下，贾府发放月米的定例也超出了个人的实际消耗。以上粗略的估算的话，不但证实了庄田所缴的租米的确可供荣国府1年的消耗，同时也表明了曹雪芹对租单上数字的慎重，他并非随意写的，而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依据的。然而贾珍在看到乌进孝德租单后，很生气地抱怨：“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5000两银子来，这够做什么的？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8、9个庄子，今年倒有2处报了旱涝，你们又打擂台，真是又叫别过年了。如果说荣国府每年从一个庄田所收的租米约为18万斤，那么另外7、8个庄田如果也如此缴纳粮食，那么荣国府每年将收进粮食约144万斤。他们家1年的粮食消费则只是18万斤，这意味着那120余万斤的粮食就成了当年不可能消耗的剩余物资。该如何储存它们，立刻就会成为使人头疼的问题，且年复一年，不断累积的粮食的储存问题将变得越发严重。且出问题的还不只是粮食，即使仅算秋租，8、9个庄田将送来2000余头猪、羊、狍子等牲畜，还有近万只家禽，以及几10万斤炭，这些物品都将像潮水般的涌至。若仅算1年的收租，荣国府就已根本无法安置，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个几年，那简直就是场灾难。且如果贾府的收租形式以实物地租为主，那么他还将面临第2个难题，即现金太少。第53回里乌进孝缴来了2500两银子，而宁国府当年仅荣清金克子，就用去金子153两6钱7分，约折银1500两。此外，荣清银克子的费用又是一笔开支，书中未提具体数量，但它绝不会是个小数字。也就是说，乌进孝送来的这点银子还不够荣清金银克子的花销。过年时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，至少贾珍还得对付迎来送往请客送礼，难怪他看了租单要着急。所以即使粗略计算，这样的收租方式显然无法满足荣国府巨大的现金开支。食物太多无法储存，同时银两短缺不够过日子，有一个办法可将这2个难题同时解决，那就是让庄田就地将粮谷牲口等物出售，即食物变成银子后再缴租。贾府实际上正是这样干的。指定某个庄田，如宁国府乌进孝所管的黑山村，它的地租分成2部分缴纳，一部分是按贾府的日常需要缴纳食物，另一部分是将食物就地出售后缴纳银子，而其他的庄田则基本上都不再缴纳食物，而是直接送银两入府。这也就是庄田在作品中被称为银子产业的缘故。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，赶去南方的周瑞显然是去督办庄田缴纳银两的事务，而当收入大于支出时，贾府甚至不把收到的银子全都运往京城，如在江南甄家就存了5万两，以供日后购物之用。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，贾府地租的主要形态是且只能是货币地租，他们同时也收实物地租以满足日常的需要，但这部分地租在价值上只占了极小的比例。